我们先说结论，深圳的价值板块第一梯队是南山、福田，第二梯队是宝安部分片区、龙华部分片区、罗湖部分片区，第三梯队主要是居住板块，是龙岗、光明、坪山、盐田、大棚。为了理解房价的规律，我们先从深圳房地产的历史沿革讲起。80年代的时候，罗湖是深圳的行政中心。1979年，在南头设立了最早的工业区——蛇口工业区。我们所熟悉的"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"的口号就在这里诞生。于是，深圳就形成了罗湖主城区、南山工业园区的格局。因为中间是空的，所以就建设了贯穿2个区的深南大道。深南大道就成了发展中轴。随着深圳人口与经济的快速发展，罗湖很快就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。90年代初，深圳就在罗湖和南山中间规划了新的行政中心，就是规划图中红色的位置，这个地区就是福田。到了1982年，国家建设了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，即2线关，全长84.6公里，由铁丝网、巡逻公路、执勤岗楼等组成，把南山、福田、罗湖、盐田4区规划为经济特区，就是俗称的关内和关外。2线关用于防止走私，并且实施不同的经济管理制度，吸引外商投资。民众进出关内关外需要出示边防证。随着深圳的快速发展，2003年起，边防证逐渐废止，深圳特区的范围随之扩展到全境。这就是深圳关内关外的由来。这条2线关就是深圳房价的心理2分位，因为那时候关内是核心片区，关外是非核心片区，房价也是关内贵，关外便宜。而那时候的大宝安区与大龙岗区的发展就相对缓慢。后来深圳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知道的10个区，大宝安区分成宝安、光明、龙华，而大龙岗区分成龙岗、坪山、大棚。通过深圳时区的由来，我们会发现深圳的发展重心是不断向西迁移的。从最早的市中心罗湖，我们也称之为第1代中心，到现在的市中心福田，我们也称之为第2代中心，再到第3代中心南山后海中心，以及现在的第4代中心前海中心。从东向西的发展格局是影响深圳房价的主基调。我们知道，房地产长期看人口，中期看土地，短期看金融。这句话可以这么来理解：长期就是看人口是否净流入，中期就是看房产的供应与需求是否匹配，短期就是看居民的购买力及其他的金融因素。所以讲深圳时区的房价规律，我们主要就是从各区的供需以及购买力入手。根据2023年深圳市各区的生产总值来看，南山大于福田，大于宝安，大于龙岗，大于龙华。上期视频我们提到，购买力是居民能够承受房价的红线，而各区的产业发展必然带来居民的收入增长，居民财富增长了，对房子的购买力也在增长。因此，从深圳时区的整体均价排名来看，房价与 GDP 是成一定相关性的。南山区大于福田区，大于宝安区，大于龙华区，大于罗湖区。除了龙岗的房价具有特殊性以外， GDP 与房价基本上是成正相关的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根据10个区的房价高低，挨个介绍每个区的房价特点。